街霸6新角色終於能玩到了，但我發現某些格鬥區 UP 主總是喜歡仗着自己是一老，就開始往卡普空身上潑冷水了。說的就是這個 ID 叫做禿頭都是藝術家的博主，非要說亞斯敏就是縫合怪，把前作的招式和美術當做底料，加點調料，一鍋菜就炒出來了啊！沒錯啊，那個禿子就是我。而且你們不覺得亞斯敏在特效方面是否做的有點過於誇張了？人家小櫻再怎麼也都是旋風腿和升龍拳的組合技，真情也只是簡單幾拳幹翻對手。一錘也都是在5代收尾的激光球，對比4代才大了一點。好家伙，這個疑似目前梅特隆最強高中生的亞斯敏，直接一炮給地面畫了一個比好鬼 CA 還大的圓圈。雖然我即便總是喜歡罵卡普空，但我還是得誇一下這個演出確實很棒。所以回到問題，事實確實如此嗎？或者說這個角色到底縫沒縫還重要嗎？我相信更多人在意的是第4年首位 DLC 角色值不值得一玩，強度到底怎麼樣吧。那我問你，你覺得亞斯敏能殺進整個遊戲的中上梯隊嗎？老實說，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早在亞斯敏出預告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逐帧分析他的招式，並且培養我在假小子 XP 上吸引力不足的缺陷。實際上手之後这個角色卻屢次讓我在堅持和放棄中不斷徘徊。先說結論，我猜測專精亞斯敏的玩家在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斷層式的實力分層。他是一個速攻型的刺客，但他沒有太多安定的手段拿到回報。儘管其他方面我認為亞斯敏都做得不錯，但在機會面前，立回水平更高的人才有可能駕馭好這個角色。相反，如果是同水平下展開對決，似乎會比較吃力。在我下班火急火燎上手的時候，我主要圍繞亞斯敏招式帧數上判定做嘗試。畢竟我們能在預告的時候看到他優秀的機動性能，然而招式帧數則能判斷在貼身攻防時候有哪些相對穩定的選擇。結果在沒有英雄模式的情況下，亞斯敏相對低風險的複合招式似乎就只有他的旋風斬了。除非你能做到合適距離的控场，用他背防负6的激流連擊，偶爾刮一下鬥氣，或者迷惑對手的雀粉判斷，并且體感下來派生確認難度也偏高。百鬼的派生也是一次性的，甚至很難說是有穩定的壓制偷針選擇。旋風斬中的打中加2投則其實還是不錯，但回報有限。重版本在新手區還算能用，但在未來全體熟練度逐漸上升之後，經防率估計會慢慢上升。手裡劍發生太慢，被打後判定消失，需要依靠足夠的距離或者幀數才好鋪墊。所以以上這些問題擺在我面前，我對這個角色的看法就稍微帶點悲觀。沒有相對穩定交換回合的招式加上角色沒有加增拳腳，這就意味着大多數情況下你都要依靠你的拳腳力回去拿機會。這種如此質樸純粹的玩法，在目前大部分角色都在對應加強，或者說別人都有可以拿來鋪墊進攻工具的趨勢下，亞斯敏在中上分段後會顯得比較吃力，更加考驗技師對拳腳的理解。但我能保證的是，在你剛上手這個角色的前100或者前300把以內都是一個相對舒服的曖昧期。那麼作為刺客的定位，自然而然速度就是你獲勝的關鍵。亞斯敏身上有遊戲中非常優秀的綠衝，並且拳腳邏輯看似全新玩法，實則和換皮手遊並無區別。但這就意味着你上手期間對這個角色的理解成本不會像艾德、艾琳娜那樣高，連戰中輕拳重拳或者中拳重拳等等的交替，早已是你玩這個遊戲最開始就會接觸到的東西。壓起身再差也有保底的綠衝嘟嘟嘟做鋪墊，拳腳打康的交互也都是其他角色玩膩了的那一套。根據往期視頻的反饋，我會用純新手入門線和老手入門線2種視角來評估這個角色，也就是說我在遊玩亞斯敏這個角色在大師 M1600之前體驗都是相對較好的。對於新手來說，亞斯敏這個角色其實挺考驗大家對基礎功的把控的。上大師之前，你得掌握綠衝摸獎的後續，了解英雄模式下的帧數判定，普通頭後利用移動優勢拿到打拆的機會。如果你對待這些基礎操作都熟能生巧的話，那麼我相信對比你身邊的朋友或者群友，你的上手速度也一定比其他人更快一點。对於老手入門線來說，亞斯敏機會展開的情況下，投則表現出色，英雄模式白給的安全跳好觸發不說，板中適用性也很高，隨便打一套推板的優勢都非常明顯。遠程手裡劍起手，但凡對手打算空手接白刃，那麼搭配綠衝你就能快速近身進行博弈。板邊更是偷針壓制魔血樣樣精通。另外亞斯敏在磨鬥氣方面十分的優秀，並且操作難度極低，只要對手鬥氣在2格左右， OD 激流取消 SAR， 不管對手有沒有鬥反都是一個穩賺不賠的生意。進入虛損更是中拳旋風的循環，折磨無能的对手。可以說基於綜上所述的所有優點，再加上亞斯敏本身手感設計真的還挺不錯的。在你真正進入考場之前，亞斯敏玩起來就是一個讓你忘掉工作煩惱的快樂角色。
但問題又來了，在你真正面臨困難之前，你依靠機動性酣暢淋漓了一番，似乎認定了這個角色就是你的全新主力，直到你排到了一些同樣力回性能優秀的角色，或者說實力與你相同甚至略高的時候，他的缺點就逐漸浮出水面了。首先，亞斯敏的总攻擊是真的一坨，卡普空為了平衡亞斯敏優秀的站中腳是無法取消的，儘管可以確認 TC 加上最速率從 6MP 穩定偷針，或者直接做貼身選項，但回報對比如今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聊的一次登頂的角色相比，甚至是其他角色的中腳來說，還是有點低了。要麼別人有其他拳腳做選項，要麼就是取消後回報遠遠大於亞斯敏。亞斯敏中腳回報一般的話，最遠的嘟嘟嘟也只能在缺反抗的情況下接後續，然後就只剩下下中脚了。最死的就是他這個中拳，战力版本雖然能確認，但我真的好久沒有見到哪個角色總攻擊還能做到這麼近，對方還是負3，甚至你會因為還沒有形成肌肉記憶的時候，下意識的按出中拳送給對手36幀插合的機會。同樣下中拳也真的有點短了，我承認確實還算好用，但依舊無法應對一些距離相对苛刻的情景。它幾乎沒有什麼好用的過波手段和優秀的起攻技能，加上連段相对刮痧，你只能无能到麻木的左右移動中祈禱對手看在你顏值的份上送給你插合。對手只需要控制在中距離左右就會限制你很多近身的方式，因為你能做的選項實在是太少了，就卡在中間的距離，手裡劍也丟不出來，中腳按完負4，下中腳按完負6，嘟嘟嘟貼身負3，似乎你只要被卡在中距離，好像一切還未等到的美好都與你擦身而過。我让你的胃真的太惱火了。儘管還有一些我沒說完的優點，但基於目前這個角色的表現，我能總結出就是他對於普通玩家來說，面對同級或者高於你的對手面前，使用亞斯敏會變得非常難受。雖然招式邏輯大同小異，但我相信畢竟這是格鬥遊戲，對於純新人來說呢，練習成本也算不上低。當一個人在現實中遇到了困難，總會不經意間想起曾經那些美好的瞬間就如我個人所說，我看到了亞斯敏這個角色縫合了許多老角色的元素，同時因為他的出現，也讓很多一吹真情玩家心裡一涼，恐怕自己曾經喜歡的角色或許難以站在新時代的舞台前了。曾經5代的一吹手裡劍搭配辖區的左右折，打出了無數翻盤的瞬間，對比最開始的 VT1 手裡劍更像是刻進每一位一吹玩家 DNA 裡的靈魂招式。還有最早的假小子真情，以速度和力量并行，能劈開原子彈的低空角刀和全系列無人能比的閃電前前，造就了最具打擊感的角色之一。還有其他相似但為了視頻效果刻意加進來的縫合招式，卡普空把這些元素都放到了一個最新一屆的高中少女身上，自然而然我對她的期待會比其他角色更高一些。起碼目前為止，以強度的視角出發似乎還差點意思，畢竟還有後續開發的空間，或許再等幾個月應該能比現在的預期更高一些也說不定。但單純從體驗的視角出發，它確實是不得不品的一環。我感覺它更適合一些輕度玩家休閒娛樂的時候選擇的角色，想要拿它打出自己滿意的成績的話似乎更像是一場艱苦的修行。而且它作為一個全新的角色登場，羈絆肯定是不如老角色，要不要一直堅持下去使用我感覺都不太好說。加上我更喜歡 EV 那樣的假小子，亞斯敏对我來說有點稚氣了。不過作為目前少有的假小子設定肯定還是值得一試的哈。那麼以上呢就是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喜歡的話大伙兒別忘了訂閱關注我的頻道，後續還有更多有趣的高創視頻會陸續更新。那麼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 ，Adios。就讓我逃離宿命的浪